台湾村竟然有这种地方！影片是关于一个从台湾来的移民小学生，在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加拿大住了将近30年后，分享他在温哥华台湾村的成长心路历程。从进到陌生的学校就读，到适应异地的文化冲击，与家人分隔两地如何维系关系，以及家庭移民之路的个人心得和建议。很高兴要在这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讲到我的成长过程，就不能不提到现在站在我脚下的地方叫做 Fraser Heights， 位在温哥华市区东边的 Surrey， 开车距离大概40分钟。大约90年代初的那阵子是台湾移民热潮，94、95年的时候则达到了台湾人移民的最高峰，遍布整个大温地区。有一部分的台湾人选择来到 Fraser Heights， 而我们家也是其中之一。而那一阵子也是台湾村这个概念开始初步形成的时候。30年前，这里是非常淳朴的一个小镇，就一条主要街道，一个加油站，为数不多的商店和一堆的森林绿地跟空地。我一个住在台北的小孩，居住的环境就是紧邻在一起的公寓，街道上也都是车水马龙。来到这边之后，看到的是一栋栋像别墅一样的房子，有些人就在院子养马，可以看到马吃草，车子还会停下来等你走完路才开走。街道干净又有秩序，太阳竟然晚上9点都还没有下山，看到的一切都觉得很新奇、很有趣，算是我来到加拿大的第一个文化冲击。那时候我是小学5年级，被父母告知要移民加拿大。那个时候就开始对未来的生活有点茫然，不懂为什么要离开原本住得好好的家，离开所有的亲戚跟同学。为了来这边，爸爸就辞掉原本的工作，陪我和我哥来到这边生活。妈妈就继续在台湾工作，当空中飞人，只能半年1年的飞来一次来看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没有手机与网络的时代，长途电话费又贵。那为了与妈妈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每隔几天就会把思念对方的话写在纸上，用传真机传印过去给对方。这是时代的眼泪啊！当时为了排解思乡情绪，每次妈妈来之前都会请她带来中文漫画，还有音乐卡带。那个时候连 CD 都还没有发明，而爸爸也会带我们去这边台湾人开的店，租一些台湾的综艺节目的录影带。又是一个时代的眼泪啊！因为移民潮的涌入，我们也认识了同样来自台湾的人，在结交了类似背景跟文化的朋友之后，我们就没有觉得孤单，也能很快的适应这里的生活。这边每一栋房子基本车库就有3个以上，30年前的时候好像就已经有100-200万了，现在大概台币上亿了吧。每一栋都那么大，住在这里光维修费就应该不少了。好，现在走到了前面的这一所，看到这一所建筑就是我当时来这边念的小学。当时我念的班上可能有20个学生左右，白人小孩占多数。好像当时有4、5个台湾人，1、2个韩国人跟其他的族群。那个时候不会英文就被安排进 ESL， 里面6、7个学生清一色都是台湾人。跟老外同学交流就有用当时很流行的翻译机，就是会出声的字典的概念，可以说是 Google 翻译的前身吧。上课的时候就发现，怎么这里数学这么的简单，作业也是少得可怜，也没有什么考试。学生们也很常被鼓励做自己有兴趣的专题跟报告，然后呢也很早放学。那个时候就觉得在这边上学好轻松自由啊！哇，这只乌鸦刚刚一直在追着我哦。当时我在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外面的这个教室，现在这个 portable 在很多学校很常见，主要是因为现在人口越来越多，但是学校的空间呢却追不上这个人口增长的幅度，所以就只能在操场啊或草地上面搭建这种外面的教室，让学生有地方可以上课。前面这边是学校的篮球场。这个篮球场陪伴了我好多的时光。前面1、2年的时候，几乎天天跟我哥来这边学流川枫打球。那个时候灌篮高手正红，用篮球交朋友。你们有听过台湾村这个地方吗？有啊，我们住在这儿。为什么当初会想住在台湾村？我们是上大学就来了，然后大学毕业之后。结婚买房子的话，当时的预算来说，其实这边还比较合适。有朋友他们也在附近看房子，当时我们看了就觉得，哎，好像还挺好，挺喜欢的。是，对，我们就接着看，然后觉得也合适，然后就正好就买了这附近。
我现在在台湾村最繁忙的地方，就是这一条主要的街道。其实现在开发的还蛮好的，多了很多的餐厅跟商店。这边唯一一家的 Tim Hortons， 我就是在这里认识他们的经典的 Timbits 跟 Ice Cap。原本是在那边的一个角落，现在搬到这边来。那旁边过去一点，就是他们这边唯一的公立高中。当时还没有这间学校，所以这边小学毕业了之后，就是要跑到其他区去念高中。直到我10年级的时候，这所学校才建立了起来。而这段期间，也是台湾人数量达到最巅峰的时期。而台湾村这个名字也开始萌芽，在大温哥华的华人圈里面传开出来。哦，回到我高中的母校了。我的母校啊！来偷窥一下，高中3年在这边度过的。这间建起来之后，所有住在台湾村的学生都从其他的高中转回到这间学校。当时还没有12年级，它这间只到11年级，在第1年的时候，我当时一直觉得它的外观有点像兵工厂。那因为台湾学生多，所以学校中午也出现台湾妈妈做起外送便当的生意，用的是台式便当盒装的午餐，非常的有台湾味。台湾人会念书也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当年第1届的学生成绩都超强，除了英文外，其他科的省考不是99就是100分，直接让刚开1年的 Fraser Heights 高中冲上了整个大温地区公立学校的排行榜第1名。之后几年也都保持不错的成绩，让同时拥有另一间知名私立高中的台湾村成为华人家长心目中的理想学区。这个也是近几年盖起来的社区运动中心，跟现在比起来，30年前这个镇的样貌实在是太乡村，现在真的已经好了很多。高中毕业之后的几年，很多台湾人也都因为不同的原因都陆续回流了，我们家也搬离了这里，但 Fraser Heights 并没有停下开发的脚步，发展得越来越好。后来其他族裔渐渐多了起来，台湾人比起全盛时期少了7、8成左右，但这里的华人还是继续称这里为台湾村，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台湾的店或文化产物。We've heard of Taiwanese village. It's referring to this place amo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here. Used to be a lot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and they chose to live here. That's why there's such a name. Oh, okay. Kind of like Chinatown, but it's Taiwanese town. It's a very nice part of Surrey. Do you see a lot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ere? Yes. Even yesterday, my fiance was saying that we're driving down the road. She thinks she saw almost everyone from every country on the way home. Yeah? Yeah. It changed a lot, to be honest. 当时来到这边的时候是10到11岁左右，已经有不错的中文基础。那带着仅有10年之力的东方文化来到这边，就像海绵一样，大量的吸收这边的西方教育还有文化。刚来这边1、2年的时候会想台湾，之后因为在这边有朋友了，开始扎根了，也熟悉这边的生活模式。长大了后也开始有工作，也有自己的社交圈，就渐渐的没有觉得想要回去，台湾就变成是一个熟悉又不熟悉的家乡。我来的时候并不是学龄前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年纪，也不是高中毕业后那种各方面已经大致上成熟的那种年纪。于是中间我开始有身份认同的问题，是台湾人但又不那么认识台湾，接受加拿大的教育，也在这边长大，但也没有那么的洋化，总觉得自己既不台又不加，好像两边都是，也好像都不是。东西方观念上的冲突跟矛盾，更是一直伴随我到现在。虽然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因为在很多的观念跟想法上，我可以融合东西方的优点。如果是资深艺人或一对夫妻情侣想要到海外打拼，网络上有很多的这种移民故事，大家都可以参考。但如果是有打算带着孩子移民海外，以我当时小小的心灵远渡重洋的那种心境跟经验来说，要么就在孩子懂事之前移民，要么就是高中毕业以后，像是打工、留学都可以。如果是跟我一样半熟不熟的出来，很有可能会遇到像我一样心境或自我认同的问题。那如果是在孩子还在成长的阶段，我认为不管搬去哪里，家人最好都要在一起。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孩子真的需要爸爸妈妈的陪伴。我在这里的成长过程过得还算是自由自主的，有爸爸的照顾下，其实过得也算健康快乐。但是其实因为在重要的青少年时期少了妈妈的陪伴，人生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缺口。那这个缺口应该也是对我日后造成一些影响。
大家选择搬到国外，一定也都是为了一个梦。我长大后也开始明白，父母当初选择移民，一定也是为了我和我哥以后能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也很感谢我的父母，带我们来到这么好的环境，让我跟我哥人生当中有了更多的可能。希望大家能从我自身的移民故事里面得到一些启发。而我开频道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少年时期在这边成长长大，真心喜欢这个给我拥有很多快乐回忆的土地，所以也想把我在这边所经历的跟体验的分享给你们，同时也带大家一起多了解加拿大还有温哥华。所以喜欢这集影片，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出去，然后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说你的想法。那我们下期见，拜拜。